我们结完婚之后的第一年，尤其是头半年，感觉都已经过不下去了。跨国婚姻真的不容易，我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很多观念都达不到共识。谈恋爱的时候呢，大家都想把最美好的一方面展现给对方。那关上门过日子的时候呢，大家就不像恋爱的时候那个样子了。我这个黄瓜，我现在一个星期给它追一次肥了，因为有机肥的力度没有那么肥。你看已经达到了爆瓜的期了，这挂了一串子黄瓜，没有给它施个肥。就是刚结婚的时候也还好，像我老公呢，他会把牙膏给你挤好，早餐准备好，但是后来由于我不习惯吃他准备的早餐，他就不给我准备了。然后洗澡的时候呢，浴巾也会给你准备好，就是各方面心思就是挺细的。当然现在是没有了哈，现在我经常会问他，哎，我浴室里干浴巾哪去了？刚结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出去玩什么的，他都是住特别好的酒店。当时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上海，就是打出租车，因为住的那个酒店挺好的，那个出租车司机看着我们，又看了我们，看了，后来终于忍不住问我们，说你们两个人看起来也不像富二代，怎么这么年轻住这么贵的酒店？消费观上，老外和中国人的区别，外国人就是挣多少花多少，有的时候他挣的少，有可能花的多，钱哪来能刷信用卡就透支消费。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是各不管各的经济，因为我自己也可以挣钱，因为我那个时候创业嘛，也还可以，而且呢我也很忙，都不太管。首先这个就是经济上面这一块，到后来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还有一个更大的矛盾就是他在南京的时候认识了一帮酒友，很多老外上班下了班就喝酒，下了班就喝酒，下了班就喝酒。他们呢不但就是拉我老公跟他一起喝酒，还要拉我一起，因为本来我做生意就很忙，再加上我对这个也没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会有矛盾嘛。我希望我老公不要出去喝酒。有一次就是晚上都已经11点了，我再打电话给他，我说你赶紧回家吧，都11点了。然后他的那个同事就把电话接过去了，说我管我老公管得太严了，就问我说你为什么管他管这么严？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玩呀。那个时候的我老公不像现在我老公，现在我一个电话他肯定就屁颠屁颠跑回家了。当然现在他也不出去喝酒了。那个时候他同事让他不要回来，他就不回来，他就把他同事我说让我老公接电话，他同事就不把电话给我老公，然后我老公就不接电话。那回家的话，我们肯定是一顿争吵，吵了谁也不服气谁，最后不了了之。他院子外面的也给他教一下，就是这几颗主要的，我们肯定是要沟通的，对吧？要交流。我就跟他讲，你可以这样子啊。他就说，哎，那你工作这么忙，你下班了，我没事情忙，跟朋友一起聊聊天很正常。然后他呢，没有想着说要自己改变，他又想着把我拉下水，他就劝我要给他们一起玩。看我这个苦瓜结了多少，泛滥，天天吃也吃不完。你看这挂的到处都是苦瓜。我再给它泡一些鸡粉，刚才用完了，这个给它泡一下。到后面来休息一下。就是当时我觉得，就是如果他只是和朋友之间，就是偶尔喝喝小酒聊聊天，我是可以接受的，也不是说要管他这么多。但是他们已经超过了就是喝小酒的那个量经常就是有些时候都喝到找不到家的那种，我觉得太夸张了。我们俩就在这件事情上也是达不成共识，就经常吵啊闹啊，但是这个都没有就是说闹到觉得过不下去的时候。婚前和婚后的区别真的是太大太大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的情人节，又鲜花，又是心形的蛋糕，又是法式大餐，又买包又买手表的。然后我们结完婚了之后，8月份去的南京嘛，到了情人节，就是第2年的2月份，有半年的时间。情人节的时候，我就坐在家里，心想怎么也得收束鲜花吧。结果啥都没有，什么都没收到。所以老公今天是情人节，怎么连一束鲜花都没有？他说哦，我们刚搬到南京，那个我不知道哪里有卖鲜花的。我说你就扯吧，即使你不知道。咱们搬过来南京了，你总认识同事吧？你同事总知道哪有卖鲜花的吧？你说这区别多大？但是让我们就是吵到觉得过不下去的呢，一件事情就是还是在经济上面。
我们的消费观，中西的这个消费观真的差别太大了。就是我的生意稳定了一些了之后呢，我就想说，哎，我们要在这里买一套房子啊，我就开始来查我们的账，但是他不同意的，他说我们不要买房子，他说我的人生计划当中没有买房子这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有房子住，生活质量很高，想度假就度假，为什么要买个房子来套住自己？他不同意，我说你同意不同意，我们都是要买一套房子，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一定要买一套房子的，所以我就开始查账，我说你把你的账打开给我看一下。一打开，我简直吓晕掉了。他不但一点存款都没有，他是欠债的啊，负几万美元。那个时候几万美元都可以在北京首付买一套房，别说在南京了。我当时就惊呆掉了，我说你这什么情况？你怎么会欠这么多钱？他说花掉了呀，我去过几十个国家旅游，这些都是要钱的。买房子干什么呀？我去过这么多地方玩过了之后，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我要个房子来套住我干什么？他就是这种观念。我说不行的，这个信用卡太可怕了，信用卡利息很高的，15%到20%的利息，他每个月还2000美元，有1000美元是利息，1000美元才是本金。然后我就分析给他听，我说你这个钱就白白的给人家了，如果有这个钱的话，我们当时在南京可以生活的很好了，这么多钱，你想08、09年的时候，咱们收入才多少钱，他一下子就还利息了。这个利息还不像房贷哈，你还有个房子，他是啥要啥没啥。然后我就说你必须要快速的把它还完，发了工资，马上就要全部拿去还信用卡，他不同意。他说你这样会影响我生活质量的。我们美国人都是这样子的哈，欠一屁股债，然后该享受生活享受生活。后来我去查了一下，确实哈，就是75%的美国人都是这样子生活的啊，欠一大屁股债。这个不是我瞎说的哈，这是人家做过调查统计出来的数据啊。我说我不管美国人怎么样，你这个一定要改啊！在还完这个信用卡之前，我们不可以出国旅游，也不可以去高档餐厅吃饭，我们可以偶尔去吃个火锅，其他都不同意，就是你的钱全部拿去还信用卡，你要零花钱的话，可以从我这里拿，但是他不能接受，完全不接受，就觉得我到处都限制他，控制他出去跟朋友喝酒，又控制他花钱，又控制他旅游。我们俩就吵啊闹啊，到最后真的就觉得过不下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这个不改的话，我实在跟你过不下去了，我们离婚吧。他说好呀，离婚。如果说我们两个人都是本国人的话，拿着结婚证去民政局就办离婚了。但是因为我们是涉外婚姻，就是我们办结婚证的时候也是要到涉外婚姻办事处去办理的。我们不懂该怎么离，然后我们还在上网研究怎么离，就真的来真的了。然后后来第2天的时候，他就后悔了，他就来找我谈，他说珍妮，我不想离婚啊，我拖到30岁才结婚的目的就是不想离婚，因为看到身边太多的人离婚了。说我们能不能去找一个婚姻咨询师来看看我们两个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了，来调解一下，看看有没有缓和的余地。我说不用去找婚姻咨询师，我知道我们的婚姻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因为我每天看到你，我就一肚子火，我的火从头顶上就冒出来了。你只要改变你的消费观，少喝点酒，就那个什么了。他心里其实还是不服气的，但是他也想改变嘛，这个现状，所以他就听我的，发了工资就拿去还信用卡，然后我给他钱肯定是只给够花，不会给特别多的，他还不开心呢。我们俩还是吵还是闹，但是没有再提过要离婚了，因为毕竟结婚都是冲着要好好过日子去的。最后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让他彻底的、完全的就是改变了。他现在可抠门了，从来不会乱花钱，而且就是在美国生活那3年，就是我买院子里东西，因为美国买的很贵的，他经常还会斜着眼看一下我的账单，就是有的东西贵了，就说珍妮啊，这个东西挺贵的，你要不要想一下？当然，最后我们两个人，齐心协力也是很快啊，半年的时间就把他信用卡给还完了。1年多呢，我们也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啊。他通过那一件事情呢，观念彻底改变了。下面再给他讲是什么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观念。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好吧，拜拜。